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拿课上学生们的作品来讲讲单体设计哈。在单体设计当中，实际上正负形是一个非常有用而且非常奇妙的这么一个设计元素之一。那今天我们就来着重讲讲它。首先哈，什么是正形呢？所有真实的存在的这些物体，在物理的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区域或者这些面或者这些体积，它都是我们的正形。那负形就是相反，所有的镂空，大白话的来说哈，实际上所有能看穿的、看透的这些区域，它实际上都是一个负形。好，那实际上如果我们比较这三个不同的单体设计方案的话，第三个方案实际上它的负形呢是最多的，对不对？因为它有非常大的面积暴露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实际上它是各个面封得最严实的，所以它是正形最多的。那我们再看 A 的方案实际上是正负都有，这里有一块比较大的区域的正形，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插入的这么一个负形哈，所以它正负的比例是比较居中的。这三个例子看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成品的这个控制桌的单体设计图。那一个是它的正面，一个是背面，实际上更加吸引我的哈，反而是背面的这个设计。你们看它所有的阵型的设计哈，所有的浅灰色的这些区域，实际上都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搭配着这些简单的阵型，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些小区域的负形。在负形当中，我们隐隐约约的还可以见到里面似乎有非常多的细节，这种机械的细节的设计隐藏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十分的有意思。还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它运用了一个用灰度来制造一个负形的感觉。如果我们把这张图上所有的深灰色都理解成它是负形的话，实际上你们看这个半耷拉下来的这个电线，它可以也被理解成是负形的一种，因为它的灰度的这个设定。那假设说，如果我把这个控制桌放在一个空间里面，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也许我不会让玩家进去就是第一眼就看到正面，我可能会利用这根电线让它延展伸展到它的一个前景，可以这么伸展，可以这么伸展，都无所谓。然后利用这个电线伸展的这个负形，让玩家的视线一步一步的走入到画面，最后发现了这么一个控制桌，但是是背面朝你的。这个时候玩家会不会他就会非常的本能的就绕过去看看前面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做到了什么呢？我们做到了一个导读。导读的作用实际上它会让玩家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这个房间，会探索这个区域，而且整个探索它的这个体验感，它不是很直白的，一眼就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而是有一个让它慢慢的去发掘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会让整个这个探索的感受哈更加的有趣有意思。那当我们转到正面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哈前面的这个设计。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体的话，大家会觉得它的聚焦点在哪里啊？它的这个聚焦点最多的地方，最让你第一眼会去看的地方，一般是细节量最多的地方，对吧？那这个正面的设计细节量最多在哪里啊？在这个控制板上，对不对？其他的这个桌面和两边的这个遮挡的这个板子或者是这个桌腿吧，实际上你们会看上面没有任何更多的一些设计细节了，所以呢你就会看这个控制面板。你可能会第一眼去看左边，因为有个非常大的红色的按钮哈，它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它的这个比例哈，它的大小是最大的，在所有的这些小的按钮里面，它的比例是最大的，所以你可能去看它。也有的同学可能会看右面，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跳色，它的饱和度会更加的高，而且它的明度特别是这个绿色的按钮，它的明度也会更加的高，所以有可能你会看左边或者看右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道具本身它的阅读寿命是短的，因为你会看这个控制面板，然后看完了就完了，对不对？那怎么样我们能用刚刚的这个知识点去让玩家花更多的时间去读这个道具，去欣赏这个道具呢？那我们是不是能在它的下面这个地方再稍微的加一些负形，好，让它的这个正面更加有变化一些。
也许在加复形之前哈，可能很多同学们他第一反应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加更多的按钮，或者加更多的细节，或者加更多的凹凸，或者再加一些贴花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做加法，但是既然我们刚刚那个在讲正形跟负形嘛，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怎么用负形来做一个这样设计上面的一个小变化哈。那实际上在做这个控制面板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草稿。那你看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抠出一个小负形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比如说哈，这个地方再加一个负形，或者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负形呢？也许这些负形，它所抠出来的这些空间的话，能让玩家把视线往下移，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看点更加多了。这个时候就不会让这个道具的这个阅读寿命那么短哈。我看完了它的这个控制板，我还可以看它的下半部分。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大家画这种小稿哈，会画很多很多，比如说画10几个、20几个、30几个哈，都是很努力的乖孩子，画很多的这个变化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画了之后哈，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纠结的这么一个环节。或者是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会在不停的思考或是挣扎，哪一个设计好，哪一个设计坏。所以我想改变一下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也许去挣扎的去想，或者是迷茫的中去追求这个答案，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也许我们更加应该去考虑这个单体设计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它是在做一个空间的导读吗？它是要加长这个阅读寿命吗？它是需要细节平衡吗？在这个单体上面，到底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当我们有这个目的明确了之后呢，你会更好的去判断哪一个设计，哪一个方案它是最适合的。实际上每一种这种小的变化当中它都有很多的奥妙，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推敲的地方。如果呢大家想看更多的这种项目图还有设计图的这个思维发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A 站去看一下哈，我们发了非常非常多的图，那是 artstation.com/cgpb， 欢迎大家呢多去逛一逛哈。那我们回到这个正面的这个设计图，实际上给它做变形式还有特别多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如果这个下面的这个腿儿它太严实了，我想给它更多的复形，而不是一个小区域的复形。我能不能把这个腿儿，刚刚我们说的是一个复形占比最大的这么一个腿儿，移到这个桌子上来用，也许是一个好的一个尝试和探索的方法。但是如果我试想一下我把这个腿儿移过来的话，也许它会头重脚轻，因为你们看这有那么大的一块体积，如果下面呢是一个复形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腿的话，也许他会觉得给大家会有个不稳的感觉。为了让它的整体更加稳的话，也许我们上面呢可能就要做更多的镂空来搭配下面的这个大面积的复形。那这个时候也许我会出一些不同的设计，让上面的这一些的复也增加，对吧？大家可以多尝试看最后什么样的方案是能达到一个你们想设计这个单体的目的的。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拿着你们画出来不同的方案呢，来粉群找我们一起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看到大家更多的这种有趣的这个单体设计谢谢大家，拜拜。我的老天爷，大姐，咱们这个前鼻音后鼻音的问题是不是得解决一下了？正形知正，西迎形嘤，OK， 系统识别就没一次识别对的。哇塞，阵型正心、负心，手指头都快改断了。